魔仪式开始。其他倾诉者，吾主尊将砍杀烦恼之魔的幸运赐予了你。上前去，挥剑砍下他的头颅。他是烦恼之魔，是大魔，常爱世俗众生烦恼，皆有其情。杀！杀呀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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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斩杀大魔，死后余年再无烦恼。卢三军，卢三军，卢三军，怎么样了？我们赶到圣仙林时，哪里还有人呢？尸体也没了，被鬼鸟啄食，剩下的残骨倒有几块，还有黑衣红衣留下的碎片，好吓人呐！什么吓人？绝对没有我们看到的更可怖。卢参军，调集人手去砸了解忧殿。什么？樱桃，莫胡说！可是他们砍杀的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当然看得出来。罗三军，今晚我和樱桃在，这怎么这么大药味儿？是老费啊？费叔在救谁啊？不是救人，是自救。自救？哎呀，这养血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。哎，雪环，再去抱床被子盖上，让他暖暖和和的，多睡会儿。好。樱桃，你一会儿啊再去盯着，去吧。细君辛苦了，要不休息一会儿？不用，再有半个时辰就能完成陈叔宝的画像了。我去画了。什么解忧殿，无外乎是敛财之所，怎么就骗了你的金饼了？苏明，你也不老呀，怎么就糊涂了呢？由着别人耍，你当雍州府有的是金饼啊！这可是我当暗探总监以来头一回动用金饼。还有就是，这解忧殿绝不像你说的那样，只是敛财之所那么简单，里面诡异的很。如何个诡异法？你就单说啊，这个到此间寻求解忧者的身份，有几位超乎想象。哎，对了，此殿3天开张一回，不如下回你我同往如何？哎，
我之预感是，那求救血书上的解忧二字，指的就是解忧殿，只是尚未写完。若如你所言，那解忧殿确有可能是害人性命。可攻陷入修真坊里案，报案的只有一个失踪的阿赖。这折叠眼熟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这不是瑞秋的郎君陈谦吗？我说这么眼熟呢，就是陈谦。这谁画的画这么像的？瑞秋，那个女雨师。对，像是雨师娘子。她家在哪？哦，在那边。有人吗？雍州司法参军查案。卢参军，县令，要查案啊？那你先等等。我现在跟瑞秋说的也不是小事，甚至比你们要查的案子还要大。陈叔宝，哎，你不是去宣阳坊送东西的时候认识了个富家小姐，要给人家享荣华富贵去吗？当着我家娘子，你说这样的话是何用意啊？你不是说你的娘子？住口！我承认我和瑞秋有过矛盾，我赌气，也曾在外面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但现在我夫妇已经和好，你为何挑唆？再说，我也不叫陈叔宝，那只是我的化名而已。毕竟读书人，当个跑腿并不光彩。苏明，你可认得这件衣服？啊？哦，这件衣服啊，那天郎君回来，身上突然多了这件衣服，我很好奇。这衣服哪来的？旧货店买的。多少钱？几十万，3天跑腿的工钱而已。郎君说笑了吧？光这领口的绿松石盘扣，又何止几百万？这么贵啊！我猜，他是在集送铺送东西时偷的了。是。娘子，我给你丢人了，我无地自容。那天我俩大吵一架，之后我就把这衣服挂到了生鲜里，主要是怕店里老板报官，到家里来抓个人赃并获。可过2天又想，毕竟这衣服郎君穿过，挂到那儿岂不是诅咒他？我就又跑回了生鲜里，把它拽了下来。可慌乱间，那颗最值钱的绿松石盘扣却被我拽掉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只好作罢。之后，不会吧？修真坊的雨师娘子，为了见到雨师娘子的真容，我特意等你下台后摘面具，所以我认识你。哦，你是红娘子旧货店掌柜的，今天到坊间收旧物。哎，您的袍子卖不卖？本来郎君是要把这衣服送回去的，是我自作主张把它当旧物卖了。要挨板子，我替郎君挨打；若要罚，我们愿意出钱。哎，卢参军，那姓戴的掌柜谋害了他的亲外甥，可招供了？招了。那这袍子本来就是赃物，又是死人穿过的，也不值什么钱嘛。至于你身为读书人，竟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也太不像话了。本县令在此正式的训诫你。是，臣妾知错了。卢参军，我看这件事情就过去吧，毕竟也没有大错。啊，瑞秋啊，刚才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届时我会从平康坊和波斯馆请人来，为你画出长安最美的妆容。陈谦，这后2句是什么来着？
小的没读过这首诗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如此俗艳之诗，范阳卢氏还挂在嘴头，简直是……后2句我倒是还记得，念君今不见，谁为抱腰看。俗是俗了点，但还是挺朗朗上口的。陈谦，你是哪里的人？祖籍颍川许县，生于雍州蓝田。哎，县令，要不你们先聊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哎。阿虎，哎，上官，你昨日说那陈叔宝最喜欢看徐陵诗集，你不会是记错了吧？没错啊，不信你再询问我们老板，我记得就是徐陵，那个南朝诗人嘛。你可看清楚，刚才那人是陈叔宝？是啊，应该是吧。他在自家娘子面前装得倒像个人似的，平日跟我们在一起混时，可没这般正经。好了，辛苦你了。画像耽误了你1夜时间，这是卢参军补你的工钱。谢上官。卢参军，刚才我是不是不该插话？插得好。秀安，拿着这幅画像去蓝田查这个陈谦。是。还是家里舒服啊。细菌炖的这个鸡汤，真有点南州老少相携的味道。罢了，罢了，罢了。细菌，你也去吃啊。看季师公好起来，我才有胃口。有你们这样照顾，好不起来才怪呢。还得是您的灵丹妙药，才能好得这么快。哎，老费，哎，要不喝点儿酒，且忍一忍啊，等我伤口好了，我再痛饮。哎呦，知道惜命了。那2个刺客确实凶狠，老费，他们为何针对你啊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你，那是墨隐幽燕的徒弟，叫乌珠、赤针，起了2个鸟名。想报仇，为何不直接来找我呀？哎呀，你不懂，墨影老贼以奸诈出名，他教徒弟的第1条就是打不过就跑。你那个武艺，谁不知道啊？他们敢找你吗？这倒怪了，为何我去救你之时，他们又突然跟我拼起命来，嘴上还说着什么仪式已经开始，就不能停下来？老费，什么仪式啊？哎呀，林子里风大，谁知道他说的什么？你肯定听错了。在那升仙林啊，我也遇上过这俩刺客，我是撞上了，老费却是被抓去的。不对呀，要说为墨影幽燕报仇，那第一个就得找卢凌风，第二个就得找苏某啊，怎么会？哎呦，我的胸怎么又痛起来了？老费治病救人，恩泽百姓，这些年咱们都亲眼所见。至于过去，就让它成为谜团吧。从一开始，他就神神秘秘的。我并不是想追究什么，只是最近血滴刺客频频出现，我是担心长安要出大事，所以才想从他那里探些消息。囚禁谢幽的那3个女刺客，应就是鞭子，他们早就跟血滴组织失去联系了。此次暴露，应属偶然。
至于那个乌珠赤镇，他们一直出现在生仙林，我倒觉得很有趣儿。怎么个有趣法？那日老费说，所谓鞭子嘛，就是血滴中的刺客，也不算刺客，他们可以自行发展下线，但只有1对1的上限。若是他们和上线失去联络，那么就成了弃子。也有师傅把徒弟培养成鞭子的先例。若这乌珠赤镇也是鞭子，那他们的师傅墨影幽燕便是上线，所以生仙林是他们的联络点。那地方深幽可怖，百姓多有忌惮，做联络点儿，它不很合适吗？诚挚所谓内奸，亦选在生仙林，故而血滴老巢应亦不远，也许就在修真坊。当年恩师狄公在查血滴组织时，曾专门从神都来到长安，也怀疑这个修真坊，只是没找到确凿的证据。有什么事啊？我想请你再走走修真坊，帮我绘制一张地图出来。这好办，我明天就去。